医学这个专业讲究的永远不是挑战，医生的内心应该是平和的，应该是保守的，应该是从容的，应该有十分的把握，做更多的普通的治疗，并且通过不断的学习观摩，逐渐的去提升自己的专业诊疗能力。它是一个缓慢的循序渐进的过程。医生的价值体现不应该是通过不断的挑战难度成为一个打引号的名医，而更多的呢是通过普通的日常工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去解决那些自己得心应手，但是对于广大的民众来讲又确确实实存在的一些普通的疾病。最终的目标呢，就是让自己的病人能够维持在一个相对健康的状态。遇到那些相当有难度的病例，放弃去挑战这样的病例，才是医生的行医的最高境界。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在中国的很长的一段时间都是单一的一种医疗体系，医生呢只能在某个医院工作，准确的说只能在某一个科室工作，他们不能随意的去到其他的医疗机构，通过会诊，通过走诊，通过接受委托来为其他医疗机构的病人治疗。甚至你在飞机上、火车的车厢中遇到突发的医疗状况，你都很难施于援手，因为它并不在你的职业地点。也就是说，当年的医生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你能否行医并不取决于你拥有行医的资格，而在于你是不是在某个医疗机构得到了注册。改革开放以后，民营的医疗诊所，特别是私人牙医诊所，雨后春笋一般的涌现。很多老百姓从以往的去公立医院里面寻找专科医生的帮忙，进而走进了开在他社区旁边的那些私人的诊所，做一些预防保健和解决一些普通的牙病。由于这部分开业的医生，他一个人真的很难像一个专科医院里面各个科的专科医生那些专家们具有超强的能力，理所当然的他没有办法去应付他遇到的所有的病例。而且即便他想把某一些复杂的病例介绍给他的老师，他的有专业能力的同学师兄弟，都没有办法请这些医生到他的诊所来进行处置，因为并不是每个病人都愿意从一个私立诊所又跑回到公立医院一个大医院去挂一个专科号，再去忍受一遍在这样的医院里面费时费力，有时候还会在服务上让他不愉快的看诊的经历。那这个时候就会变成两难，诊所想把一个复杂的病例推荐给自己的在公立医院里面工作的专科的医生，都很难做到无缝的衔接。那后来呢，有了一些改善，公立医院的医生们呢也被允许多点执业，而且呢在管理上也基本默认了公立医院的专科的医生可以去到民营医疗机构、私人开设的诊所里面去兼职，使得这样的这种相互转诊呢就变得更为普遍。这样呢就从制度上基本解决了全科医生和专科医生之间的中国式的转诊体系。甚至呢在很多私人诊所的门口玻璃上贴的告示栏上，你都会发现有某某大医院的专科医生坐诊，或者是以一种合作的关系，以此呢来提升虽然是一家小的诊所，但是呢也能够为自己的患者做更复杂的治疗，并且关键是这样的治疗是在你的主管医生和他信赖并向你推荐的专科医生共同来完成，或者由他推荐的这位全科医生自己熟悉的专科医生来帮你实施。这在很大的程度上能够解决病人的转诊问题，同时出于对管理自己健康的全科牙医的信任，不愿意接受其他医院的陌生医生的诊疗的问题。我认为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所以现在如果你要去到一个牙医开设的私立诊所，你不但会和你的牙医有良好的沟通，并且在健康管理上面，在预防保健上面得到让自己满意的效果，进而对自己的需要医治的牙齿会有一个综合的评估，会罗列出某一些比较复杂的治疗，但是他的实施人未必是为你管理牙齿健康保健的这一位全科医生，更可能的是他推荐的一位专家。
如果你对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案认同，那么下一次在治疗之前，你可能会见到这位的专科医生在做进一步的交流，并且呢有这位专科医生来为你实施。但是呢，他只是实施某一部分专科的诊疗，而在这个之后呢，他会把一个治疗后的好的结果继续呢跟你完整的治疗方案衔接，再由这位全科医生来完成后续的治疗和长期的健康管理。而在西方国家呢，全科医生和专科医生呢早就形成了这样的一种默契，经过很多代的医生和民众之间形成的医疗服务体系，使得普通的民众非常能够接受或者遵从这样的由全科医生负责他们的健康管理，负责基本疾病的诊治，同时呢在出现一些特殊的病症的时候，会通过全科医生的介绍前往专科医生那边呢寻求更专业的帮助。而全科医生和专科医生之间呢，大家的工作泾渭分明，很少有全科医生去挑战超越自己专业技术能力的复杂病例，或者称之为专科病例。而专科医生作为医疗行业里面更高层次的存在，他的职责就是帮助全科医生解决他们难以在日常当中去解决的复杂的病例。他们更多的是在专业上面精益求精，而绝不会捞过界去做全科医生也能做的诊疗工作。所以你在国外很少会有一位患者，他从全科医生那边被介绍去了专科医生那边做完治疗以后，他就不再返回到原来的全科医生那边去做进一步的健康管理和后续的治疗处置。甚至很多国家，他的很多专科医生本身是从全科医生而来，是全科医生经过了更多年的专业的进修，继续学习，最后获得了某种认可，他就可以去做更多的专科的工作。但是有一条，如果你要开一个专科的诊所，那基本上你就要放弃你全科的诊疗。那么以前你是通过你的长期管理的病人对你的信任，周而复始，年复一年，甚至几代人来帮衬你的业务，而变成了一个专业的孤家寡人。你更多的是需要当年你面对你的病人那样的去和更多的全科医生搞好关系，让每一位全科医生介绍来的那些病例都得到妥善的处理，并且确保每一个病例都继续回到全科医生那边进行诊疗。只有有了全科医生和专科医生之间这样的牢固的合作关系，那无疑最大的受益方就是我们的民众，就是我们的病人。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平衡的医疗市场里面，每个人都应该或者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找到管理自己健康的合适的全科医生。那这个全科医生是否合适，是否能够让你长期的健康获益，那同时要看你在有需要进行一个更复杂更专业的疾病的诊疗需要的时候，这位全科医生他有没有负责任的技术优良的专科医生推荐给你。如果是，你呢将会在全科医生和专科医生的诊疗过程当中形成一个完美的闭环。今天呢，我趁着外面下雨，就在家里呢通过录音的方式来跟大家继续进一步的聊一聊全科医生和专科医生的关系。因为我认为这是医疗的基础，这种全科和专科医生之间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讲，它和医生和病人之间的医患关系同样重要。医患关系和医生之间的关系，永远是这个医疗市场的永恒的主题。所有人如果能够弄明白了这样的两种关系，并且呢能够维系好这样的关系，一定能够让你在长期的人生途中，在健康方面，进而在人生意义上面获得更大的益处。好了，今天呢我就再次跟大家做牙医说的慢聊，希望以后呢有更多的机会，在你们分享出你们的困惑，需要我帮忙的，无论是健康还是牙病之类的问题，我就会有更多的题材来做更多的讲解，具体案例的分析。相信呢会有更多的人通过我的分享了解更多的医疗的现实。更重要的是，怎么能够让自己在这样的一个医疗市场里面
得到自己想要的健康，并且有效地去解决自己看病的需要。了解怎么才能和医生来很好的相处，那我的牙医说频道就是为了解答大家面对牙病时的困惑，就是为大家分享时尚的牙齿保健的理念，同时也传授护理牙齿正确的方法，和你交流看牙医的相处的一些常识，解答面对牙病时的困惑。希望大家跟着我的频道，相信让你不得牙病、少得牙病的牙医才是真正的好牙医。谢谢大家聆听，我们下一期牙医说再见，拜拜。